今天我们也早点休息。手都凉了，我帮你暖一暖。凤哥恭贺殿下神君大婚之喜，愿殿下早日诞下小殿下。别动。既然这合卺酒也送来了，夫人，我们干上一杯。来，今夜新月交辉，不如一起去赏个月。好。看哥走了，这戏也不必再演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可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未免节外生枝，我们还是小心为妙。这碗合卺酒，那不如这样，今日你是榻，我是床。明日我会找人看着凤哥。阿英，我们在人间也曾成过一次婚，当时时间仓促，没来得及准备这些，婚房也很简陋。不过你当时眼里的光，比这9重天的星河都要耀眼。之前都是我的错，错过了阿英，好在现在有了让我弥补的机会。若隐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神君，莫要得寸进尺。这酒精是梨花酿，好喝，真的不来一口？本来就是假的，喝不喝哪有那么重要？当然重要，拜了堂，喝了酒，才算礼成，说不定天罚就不会降下了。没有婚书，本就是欺骗。神君当真觉得神界好糊弄吗？的确，神界天罚定会降下。不过我本就是混沌之神，天罚于我而言，就像本源入体，无碍。这天罚由我来承受，再合适不过。这计划最开始本就与你无关，当真是有天罚降下，我与你一同承受。凤云已经去清查未赴婚礼者的名单，浮尘已经去追踪子月。我们虽是假夫妻，但婚礼是真的。这是和离书，1个月后生效，目的是向3界宣告你我自由之身。届时，你需立刻搬离梧桐岛。但也就意味着，至少在这1个月内，我可以光明正大待在梧桐岛做我的赘婿，对吗？夫人。
下，神君，早膳备好了。主人，若是凤凰能为你分担一半，也不至于这般凶险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要嘴硬逞英雄？我是他夫君，自然得护他，哪有让他承受的道理？不过是假夫妻，一道好，还真的演上瘾了。谁说是假的？只是不知道这副身躯还能扛住几次雷劫。大清早的闷声不吭跑哪儿去了？不会是独自去领天罚了吧？凤凰，神光降临时缺席宾客的名单已经复核完毕，除去一些外出历练久未回归的仙君，剩下的都在这儿。这5人就有杀害凤鸣的可能，将这5人逐个调查。不必，神君，我来助夫人一臂之力。还记得我曾与你说过的凤鸣残垣吗？可是修复好了。正想与夫人一同探个究竟。快来人！我要见缘起，我要见。看清楚了吗？杀害凤鸣之人虽修的是魔气，可能是因为仙界入魔的缘故，运功的波动还是先决。而且此人的手法与当时在大泽山种下噬神花的人一模一样。这5位仙尊之中，右手起诀，仙界北地，以飞羽凌空升仙，那便就只有华墨。是他，一定是他。这家伙手上沾满了鲜血，一定要把他拿下，将他的罪行公之于众。华墨是肯定逃不掉的，不过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华墨背后是否有其他修魔的先佐。我们先按兵不动，等待一切查清楚之后，再用雷霆手段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夫神那边可有消息？夫臣已追踪完大部分洞府，这是目前已经返回的结果。紫月不在白鸟岛，会不会是华墨用了结界隐藏？不可能。浮尘的追踪之术乃是3界之最，更何况还有神光的加持。当年祖神用神力设下9元结界，结界上的神力会与神光互相呼应。若紫月当真在白鸟岛，神光不可能感应不到。狡兔尚且三国，我若是华墨，也定然不可能把这紫月藏在自己家里。凌云山结界时，当初被青灵给拿走，华墨既是与他勾结之人，结界时定应该在他之手。如果真是这样，紫月很有可能在明云山结界之中。秘密移动紫月，也不是什么问题。可这华墨会藏在哪里？这倒是不急。如今这4海8荒的洞府，我们也只搜查了一半。现在有着神光的加持，紫月定然无所遁形。派人跟着这华墨，一举一动，我都要知道。是。
夫人，先吃点吧。天罚还未曾降下，还望神君莫要像今日这般一声不吭的消失，被人看出了端倪。玄池仙境，九州八荒皆已追踪完毕，浮尘确定紫月就在玄池。这华墨倒是狡猾得很。传说万物只要碰到弱水，便都会成敌。如果没有相克的法宝，弱水云头还真是不好进。此事先不要透露风声，待到夫人，神君，长老，来。这又是做什么？自然是为你准备的点心啊。我既然入赘了梧桐岛，就要有一些赘婿的样子，照顾好你的饮食起居嘛。神君有心了，老臣告退。这是我按照人间菜谱，这个叫我有陈皮正事要糕与你说来尝一下，我有正事与你说。就一个，你先别，相信我，会好吃的。来，试试。我说你别来一个玩了，来，你先别闹了。抱歉，打扰姐姐跟姐夫了，我走，你们继续。阿宇，阿宇，你方才说姐夫？姐夫呀，虽然你们是假成亲，但是姐夫说了，必须要像真的一样，才不会被狡猾的魔族抓到蛛丝马迹啊。说的没错，阿玉，孺子可教。阿宇今日来找姐姐，可是有什么事情？自从姐姐跟姐夫在一起后，你们都没有时间陪我玩了，我实在是太无聊了。可是，如果你们能给我生个小外甥，那就天天都有人陪我了。我来就是想说这个的。我说完了，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阿宇，这，阿宇，阿宇都被你给教坏了，上梁不正下梁歪的。哦，我可没教他这些啊，这是阿宇自己的意愿，我们应该尊重才是。我当真是有正事要与你说的。紫月找到了，玄池仙境，弱水源头。傅晨剑找到紫月下落时，我就在旁边。你现在应该是在想如何渡过那弱水，对吗？听你的意思，你可有办法？这弱水可以吞噬一切有灵力和重量的东西。这灵力嘛，我们倒是可以用天梭衣遮蔽一下我们的灵力，但重量，可能就需要另外一件法宝了。10尾天狐的狐狸毛？没错。阿九的10尾乃是灵力所化，本就是天地至亲之灵物，也可以保护大多有重量的东西。若是可以借出它的几根狐狸尾巴毛，缝在我们天梭衣上，便能渡过弱水。只是我刚抢了他的亲，所以此事还得靠夫人出马。知道。好你个燕霜，非要跟我划清界限是吧？别后悔。袁启，抢婚的事没找你算账，自己送上门是吧？自己不胜酒力，怪得了谁？现在风吟与我成婚，赶紧死了这条心吧。要不是你使诈，我怎会错过婚礼？好了，男子汉拿得起放得下，更何况你们假结婚骗取神光是要遭天谴的。
我帮你躲过一劫，2000了。我用你帮我渡劫？可以了，先别闹了，处理正事吧。夫人，是他先动手的。弘毅，我们此番前来是真的有要事要找你。等此事做完，缘起就留在这里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我绝不插手。你真要把我交出去啊？你若再说话，此刻就把你交出去。换做从前的阿英，这种情况下她一定会护着你，可没有这么铁面无私啊。是啊，所以此刻我只是凤影。是啊，你是凤影，不是阿英了。原来背后是华墨这个老东西在搞鬼。等我找到他，一定把他抽筋拔骨，解我心头之恨。所以啊，这不是来借你几根胡毛，打算反将他一军吗？你看看，就那么几根儿，还想要解你心头之恨啊？哎，你干嘛？别动手啊！再来几根，这些一半就够了。赶紧的！哎，你干嘛？给我别动手！听见没有？哎，你给不给你？可以了，坐下。你们二人，一个神君啊，一个妖皇啊，一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，跟孩童似的。对了，胡毅，我刚才听守卫说，你去找燕爽了。所以你们别提了，一想到他我就来气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去东海剿灭山魈了吗？我要是再不回来，这仙界就要被凤族搅翻天了。此话怎讲？小神君乃真神之子，那凤隐不过是一只区区火凤，也敢让小神君入赘，这简直是狂妄之极。这件事情，小神君自有处理的办法，你何必那么操心呢？小神君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吃亏犯傻？不行，我这就去梧桐岛，替小神君好好管教管教那个凤隐。照你所说，燕爽的顾虑并不是没有道理。自从华叔当了代天帝之后，孔雀族对鹰族的打压愈加肆虐，如今整个鹰族的重担全在他身上，你应该要理解他的。这些我又不是不懂，若只是避嫌，我会不配合他吗？可他现在分明就是要跟我完全断绝关系，我们这么多年生死之交，他说断就断，岂不让人心寒？也是，这燕爽怎么说也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不至于因为那些压力跟你闹得泾渭分明吧？哼，他就是有了那个怜惜，早把我抛在脑后了。怜惜是谁啊？就一小白脸。
不用，不用。说的好像我求他做我朋友似的。既然他要跟我划清界限，那我就成全他。以后他的事儿我不管了。那你们的事情，我也不管了。不过，我还是要去找燕爽的。我要去祝贺他继承王位。啊！其实，自打凤影涅槃回来，我也想明白了。不管是阿英还是凤影，喜欢的从来都不是我。况且，如今的凤影，也不是我所认识的阿英了。我对阿英的执念，在得知她仙缘归来后，不觉也已放下了。你真那么想？对我来说，凤影就是凤影，我不可能再将她当做阿英。原本婚事也是为了引神光降下而做的戏码，结果还被你给抢亲了。抢亲之事，确实是我对不住你，害你在三界丢了脸面。不过我想你也能理解，对于心爱之人，我确实无法拱手相让。罢了罢了，虽然凤影看起来对你冷淡，但我觉得她心里还是有你的。若能终成圆满，也算是了却了阿英曾经的心愿。你可莫要再负她。放心吧，绝对不会。啊，多嘴一句，你对于燕爽的情谊，真的只是朋友吗？那不然，我除了跟他是朋友，还是兄弟。但现在那既然是兄弟，他与别的男仙君交好，你那么生气做什么？倘若换作是我，与那怜惜交好，你会如此激动吗？这千年以来，你习惯了与他以朋友相称，但其实你的心一直都在提醒你。作为兄弟，劝你一句：很多时候，很多事情，不要用自己的脑子想，用心去感受。走了。还用心去感受。如今当了鹰王，果然沉得住气了。那是，不过和我们凤凰相比，自愧不如。来，其实今日我来，不只是要说这些事情。我听说你与弘毅之间有一些误会，所以今日我其实没有什么误会。事实正如你所见，如今我已继为鹰王，我族人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我与弘毅之间，除了公务以外，不方便也不合适再有其他牵绊。我明白，此前你与弘毅交好之时，就引来了不少非议。如今你是鹰王，代表的是整个鹰族的立场。但是燕爽，你别忘了，我是百鸟之首，也是带头与妖族交好的。
所以无论是非议也好，任何事情，我都能帮你顶着。就算有你帮我顶着，我也不能就此懈怠啊！若我还和之前一样，对他心存侥幸，藕断丝连的话，只怕终将会一事无成，最后伤了我父王还有族人的心。你是逼自己在放下？对，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况且我作为堂堂一代英王，岂能因为感情耽误了我的大业？再说了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！与其苦苦追寻一个对你永远没有回应的人，还不如找一个真正喜欢你、对你好的人。你怎知弘毅对你没有回应？万一有一天他突然开窍了呢？不会再有那么一天了。就算有，如今我是一代英王，和他之间再无可能了。燕爽，你放心吧，这不是我在赌气，这是我深思熟虑以后做的决定。好，无论你做任何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你不要忘了，如今的我，也可以为你撑腰的，所以只要你需要的时候，我都会帮你。记住了，多谢你，我的凤凰。还不快去妖界把你们的凤凰给请回来！阿宇，你过来。红绸姑姑，你还知道叫我一声姑姑啊？这些日子在梧桐岛乐不思蜀的，你都快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吧？小神君提出要入赘梧桐岛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劝着点？姐夫要嫁给姐姐，这是好事啊，我干嘛要阻止？姐姐说过，梧桐岛可没那么多陈腔滥调，所以只要姐夫开心，我便没意见。放肆！几日没见，竟这般胡说八道，还不跟我回清池宫面壁思过？神使好大的威风！如今这手都伸到我梧桐岛上来。阿宇归属我清池宫，我作为长宫调教他有什么不对？我认了阿宇做我妹妹，在这梧桐岛，她也算是有名有分。再说，清池宫以北缘起作为聘礼赠予了我也算是清池宫真正的主人。神使作为长宫，也应是听我来调遣。我是受颐和真神的旨意，特地到仙界来照顾小神君的。除了颐和真神和小神君，谁敢使唤我？小神君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别说是阿宇，如今就算是你，既然与小神君成了亲，我也一样管得了。那神使想要如何管呢？是想像曾经对阿英那般，将他丢进无尽崖的飓风中自生自灭，又或是再抽一次你家神君的情丝呢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？都曾经历过，又怎会不知道你的手段？都曾经历过，你难道？水灵兽是生命短，但我们不低减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当初我仙渊四散，一分仙渊落入水灵兽的体内，是以沉寂的水灵兽得以苏醒。毕竟是阿音，我还以为高高在上的神使大人，早已把无名小卒阿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我就是阿姨。红绸来找凤隐的茬。是啊，陛下，这红绸在三界可是出了名的不好惹，我就怕小殿下受了委屈啊。以我对凤隐的了解，这3界之内能让他吃瘪的，除了缘起，没有别人。哎呀，陛下，话是这么说，那小殿下真要是受了委屈，您不也心疼吗？这3界捧高踩低的风气，我降世之前早有体会，也无甚稀奇。当初我作为水凝兽之时，你视我的命如草芥。如今我凤隐回归，你又眼巴巴的来替缘起求亲，这副变幻的嘴脸，当真是可笑。不是这样，我讨厌阿英对他下手，全是因为他会给小神君带来劫难。所以呢，阿英的命就应该给神君的命让路吗？在你眼中，水凝兽的命就如此随手可抛？东华神君和师兄们费尽全力，两人都想保住，而你呢，自诩高贵，目空一切。你凭什么对阿姨的命进行审判？你凭什么判定谁生谁死？你自以为自己看清了一切，可曾料到今日的局面，到底是一叶障目。自以为是吧？我原以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小神君好，却不料竟是我妄作主张。正好，天帝陛下也在。凤隐想问天帝陛下，青池宫神使蓄意谋害历劫火凤，该当如何处置？神界本就不可徇私干预3界之事，更何况是屠害3界生灵。你此番阳凤因为迫害凤凰，若让颐和真神知道，定会将你逐出神族。逐出神族，你该庆幸，凤隐此番有惊无险。若他肯原谅你，或可免除惩处。红绸一生只跪拜过颐和神君、缘起神君，自认为无愧于神界，却终究不过是自以为是，断节狭隘。红绸不怕被逐出神族，因为红绸一生都是以小神君的福祉为重，但红绸今日方知大错特错，再次向凤凰一拜，不妄求凤凰原谅，我愿付出一切代价，任凭凤凰惩处。罢了，无论你是真情或是假意，你至少帮缘起代答了阿宇。若日后你再将你所谓的尊卑规矩搬弄到我的面前，欺负到阿宇头上，我定会让你知道，仗势欺人一点也不难。小神君，我原本以为你是关心则乱，才会对阿姨有成见，但我没想到
你是真的想对阿英下手？我一时糊涂，犯下大错，对小神君失望了。我对不住凤凰，也愧对颐和真神和神君对我的信任。旁的事情我尚能宽恕一二，但你对阿英出手，绝无原谅的可能。你最对不起的人并不是我，是阿英。长雀，带红绸回青池宫，等待凤凰发落。若凤凰到最后都不肯原谅你，自去神界，销毁神职。小神君，小神君！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阿英还受过这些委屈。说起来，红绸做的这一切，其实都是为了我。若是勾起什么你不好的回忆，你怎么骂我都行。都是过去的事情，不必再说。但我没想到，你还是愿意让红绸在青石宫终老。他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。某一角度来讲，他也不算是做错。早些休息吧，明日还要去找紫月。他俩平时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？他们私下相处时和普通的小夫妻并无差别，都是一样的恩爱。神君很宠凤凰殿下，就连红绸长公冲撞了凤凰殿下，都被他遣回青池宫，终身禁足了。袁吉一向对红绸很敬重，仅仅是因为冲撞了凤野，就出手重罚，这倒是有些奇怪。你做得很好，继续跟我盯紧了。这赏金少不了你的。谢仙尊。弱水之源。这弱水本就难渡，没想到此处还有如此浓郁的水雾，一般仙妖根本到达不了源头，怪不得千年以来都没有人能发现魔族的痕迹。这回多亏了红衣了。啊，这就是九阴煞域。哎，别乱跑，只要我们有接触，天梭衣就能保护我们的安全。
走吧。小西仙，凝云山的隐匿结界。紫月，果然在这儿。凝云山的隐匿结界运用至此。 魔神名气，当真是好算计。这1000年来，我搜遍三界，从极西的大雾山到极南的丽渊海，甚至是北海诸岛，无一不探查过，却从未发现任何紫月的气息。用不了多少时日，结界就会被撞开，无需白费力气。跟我一同开启这结界，三界颠覆，岂不更有趣？你可有感受到一股灵力的波动？感受到了。等等。 这个屏障不对劲，这屏障不能破。他们已将这屏障与九渊结界连接在一起。若我们强行打开屏障，很有可能会冲击九渊煞域的结界。看来魔族是想要用此法撞开九渊结界。刚才那股奇怪的灵力波动，应该就是某种力量在冲撞结界。难道？ 除了此处之外，还有别的通道。此弱水源头，难有仙药能来。看来华墨试图想用另外一个通道撞击结界。当务之急，我们要赶紧找到另外一个通道，将它堵截，要不然可就危险了。先走。 怎么了？原来华墨1000年前就与魔勾结，那1000年前那些事儿，一定与他脱不了干系。蓝风、大泽山，包括你所承受的一切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把它碾成齑粉。我们已经找到紫月了，只要将九渊煞域收回，控制住，与魔族、华木的账，很快就能算清。 我想了一个法子，或许我们可以用浮尘找到连接九渊的其他通道。这是弱水源头那儿屏障结界上的灵力。你是想像神光共振、感应紫月那般，用梧桐叶收集到的灵力，去感应另一个通道？没错。不过如今华墨与魔勾结已成事实，但我们还不知道孔雀族内。 乃至整个仙界是否还有他的追随者？在找到其他通道之前，我们不可打草惊蛇。如今我最担心的是华叔。他来参加婚礼了，应当还未入魔。望他不要太糊涂。凤哥和华墨果然有私。你干什么？我们要一起睡啊。会合？啊，你别多心啊，我也是为了顾全大局考虑。
你想，我们现在既然觉得凤哥有问题，我们就要做事更谨慎。万一被他发现我们分床睡，之前的戏不都白演了？ 一个人朝床头，一个人朝床尾，互不侵犯。现在可以睡了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你背上为何会有伤？之前不小心撞到了圆环骨头，小伤，无妨的。我帮你上药。疼吗？ 我轻一点。夫人，还是挺关心我的嘛。你别乱叫啊！是长雀不在，举手之劳罢了。这药膏为何会没用？当真是被刺伤吧？ 为何看着像法器的沉浸？你这伤……圆环骨疼，自古便被选来熔炼法器，它造成的伤口也是如此。可，夫人手真巧，伤不疼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殿下今日来青池宫，不知为何事？小神君不在宫中。我不为神君而来，只是听闻神使被凤凰为难，被罚在青池宫禁足，特来探望。您打理青池宫千百年，从未出过岔子，神君怎会因这点小事就降罚神使？莫不是凤凰从中作梗？殿下想试探什么？不怕实话与殿下说，是我对凤凰不敬。 被降罚，实属自作自受。神君与凤凰何如琴瑟，神君对凤凰更是恩爱有加，任谁也从中挑唆不得的。红绸知道，殿下对神君念念不忘，可感情这种事，红绸不想多说什么，只想劝一句：神君的心思，没有半点在你身上。1000年前喜欢的是凤凰。 1000年后，还是凤凰。劝你还是早早收心，莫弄到最后颜面尽失，慢走不送。华叔告辞。红绸说，1000年前喜欢的是凤凰。 1000年后喜欢的还是凤凰，简直一派胡言。1000年前袁启喜欢的难道不是水宁寿阿音吗？谁？竟敢在这儿偷听！我才没有偷听，我只是躲在这里静一静。是你们德行不好，背后说红绸姑姑坏话。一介卑微小兽，仗着神君偏袒，无法无天。 竟敢冲撞本殿下！我现在就带你去青龙台，好好教教你尊卑有伦的道理。华叔殿下想论尊卑，为何不找我来论？论资历，我乃半神。
你不过是上军巅峰，论品阶，我乃凤凰。你混了1000年，不过混了个代天帝的名号。论地盘，青池宫是神君居处。可如今，神君是我的，这青池宫也是我的。你是有何胆子在此处撒野？还不向本皇谢罪？这么喜欢青龙台，这青龙台可是你华叔徇私行恶的地方。1000年前没能在青龙台上斩杀我，如今想碰我妹妹，真当是觉得水明社一族好欺负。原来真的是你，水凝寿阿烟。凭什么？这不公平！我现在就杀了你，为蓝风偿命！此前看在蓝风的面子上，我对你百般容忍，但此刻我不再是善心泛滥的阿姨，便不会容忍你胡作非为。话说，不怕念气，只怕绝齿。若你再多般阻挠我以元气查案，我绝不会手软。不过我提醒你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失去的就不只是天帝的位置。凤凰，红绸向殿下谢罪。当初是我护主心切，屡屡违背小神君的意愿，阻断您与小神君的情缘，令小神君1000年受苦，至今难以安顺，这实非我所愿。此前的事情，就不必再说了。不，有些事殿下应该知道。小神君一直深爱着你，他那时为了护你，不惜在你身上打下魂印，让我伤不了你，动不得你。我只好趁他疗伤的时候，抽去了他的情丝。这些事情，小神君全然不知。一边是师门，一边是所爱。我明知小神君情深意重，却步步紧逼。贤竹贤善受东华嘱托，不能将真相告知小神君。如今又不是要取那阿英的性命，无非是要斩断对他的情丝，于他又有多大的伤害？是小神君一己私情中毒，还是大泽山众生的命中毒？其实情丝是我自愿被抽走的，正好，我们的缘就此了结。小神君深爱着陛下，却又不敢牵连大泽山，只好捏断了情丝，避开了你。他那时所说的全部都是违心之言，他并非如他所说，觉得水凝寿一文不值。可小神君即使被我抽去了情丝，却仍为你再次生了情。他想一生都守着你，甚至愿意为你放弃成神。但纵然阿英去不了圣界，我总有办法不回圣界。这真神身份我不要也罢，只是我若连心爱之人都无法相守，我谈何立于神位之上，庇护苍生？那时您从幽冥界回来，命在旦夕，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混沌之血为您续命。
他怕你知晓后不肯用此法续命，也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后来，他终于问到了可以帮您重塑仙体的法子，便四处寻找那几样3界罕见的仙材，为您炼制这华山。又从华叔那儿求来了灵雨雀冠，所以小神君对华叔多有亏欠，才会给他玉印，尽力应他所求。他甚至还寄上了自己一半的身。正因为有这化神丹所在，小神君才笃定，以为用他的混沌之力可以封住你的仙骨灵丹，也伤不着你的分毫。可谁知，阴差阳错。陈前进，救我！从那以后，3界上下，9州8荒，他四处在寻。我今日说这些，只是想要殿下了解，自始至终，小神君从未想过要放弃阿燕，放弃你。即便是大泽山遇难，他也一心想顾全你。他做了这么多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醒了，我刚从河里抓了几条小鱼，烤着呢，一会儿吃啊。
怎么了？这位是？睡傻了？大泽山禁蛊呀。刚找到小火凤的仙缘回来，你一回来就睡了一大觉，这都想不起来，看来真是累了。来吧，去当会休息，等我烤完鱼，晚上就能吃了。玩吧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大泽山找师兄他们？我们现在就在大泽山啊。我为什么会觉得很难过？会好的，阿印。大泽山的一切都会好的。嗯。桂花糕，好吃吗？我还没吃呢。你尝尝。啊。嗯，好吃。怎么样？嗯。嗯，这个好玩。哼，你看。阿印，怎么了？你上哪儿去了？我还以为我找不见你了。我去给你买点心了。大后生啊，你可得看好你这小媳妇儿。刚才她寻不着你啊，急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我才没有呢。别哭，我在呢。跟我来。这两个吧，我要了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来，这个在我们这儿可是很灵的。你知不知道，在人界一起买同心结是什么意思？知道。你不是喜欢？何印，我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我这些年一直都喜欢错了人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华叔在梧桐岛上救了我，我便以为我对他的感恩是喜欢，但我后来才发现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华叔，而是凤影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还没听我说完呢。我后来才发现，我不仅是弄错了人，我还弄错了我的感情。我对凤影的感情叫感恩，至于喜欢，阿燕，这些年陪在我身边的人是你，陪我出生入死的人也是你，才是那个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人，也是我真正喜欢的人。这是在说什么？没听清我就不说了，这种话你能说第二遍吗？我听清了。
生日快乐，阿锦！希望你往后每一个生辰，我都能陪在你身边。醒了？你怎么会在我梦里？我看你在这睡着了。我原本只是想把你抱进屋里，但没想到你的意识邀我进了你的梦里。怎么了？生气了？对不起啊，我下次。我没生气，没事。你方才说你没有生气。红手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，青丝的事情，大泽山的事情，你为我炼化神丹所做的一切，你都知道了。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吧。我学了几道人间的小菜，可以做给你尝尝。等等，说什么一笔勾销？就是你想的。哪一件？只想